你敢想嗎？一枚導彈7月份從深海裡悄悄升空，1個多月以後，它的後勁兒才在大西洋彼岸爆發。咱們中國一次平平無奇的潛射導彈試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巨浪3，一声驚雷從大洋深海腾空而起。本來說白了就是主權國家一次年度例行軍事演練，打完塵埃落定，導彈穩穩落在預定公海靶區，沒有傷及任何船舶，沒有驚擾任何民航，一切安安穩穩，有理有據，堂堂正正。可萬萬沒想到，這一發導彈打出去，到了8月份，導彈早就落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開始破防，老美直接跑到瑞士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的大廳裡邊，拉上整整40多個國家，湊齊40多國的陣容，組團上門，美其名曰講道理，實際上就上演一場聲勢浩大的外交圍堵大戲，想要當眾給中國扣上帽子，想逼着我們低頭認錯。40多國聯合發言，場面搞得锣鼓喧天，聲势浩大，仿佛掌握了世间全部真理。結果呢，我方代表當场一番有理有据的駁斥，一番話講完，整個會场直接陷入一片沉默。40多個國家集體啞火，美國精心編排的大戲當場演砸，算盤珠子碎了一地。很多網友只看熱鬧，這外交怼人真解氣。但是今天我想問一句，美國真正恐懼的難道僅僅就是這一次導彈試射嗎？絕對不是，他們真正頭皮發麻寢食難安的是巨浪3背後那一套已經成型牢不可破的深海核威慑實力。孙子兵法有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正頂级的大國博弈從来不是上來就喊打喊杀，而是你手裡有足夠的底牌，对手在動手之前心裡就要反覆掂量代價。本期視頻咱們就掰開揉碎，聊聊這場國際鬧劇，看懂巨浪3到底猛在哪兒，看懂這套大國博弈的底層邏輯。我是白飯达人大钊，歡迎来到老劇。咱們先把日内瓦这场大戏的来龙去脈先捋個明白，看完你就会感慨，歷史書上典故活生生的在現代國際舞台上演。事情發生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這地兒本來是用來坐下來談判裁軍、維護世界和平多邊平台，可現在美國把它變成了自己搞麥克風外交、組團碰瓷兒的秀場。美國牽頭拉上40多個國家，發表一份共同聲明，指責中國7月份巨浪3試射沒有按照所謂的防止彈道導彈擴散海牙行為準則，做到提前24小時充分通報，渲染我們的試射會增加戰略誤判，破壞全球安全穩定，一套大帽子噼里啪啦往我們頭上扣，聽起來是不是義正言辭，一副維護世界和平衛士的模樣？但是只要靜下心來琢磨3秒鐘，這套說辭漏洞大到能跑馬車。第一點，最核心的法理硬傷，這套所謂的海牙行為準則，它根本就不是聯合國簽署、全世界共同遵守的國際條約，它僅僅是一份自願參加的政治性承諾書，願簽就簽，不願簽完全可以不加入，沒有任何法律強制效力，沒有懲罰，沒有制裁機制，說白了就是一份君子協定。更關鍵是，中國從頭到尾就沒有簽署這份文件。我們當年參與過草案討論，但很多合理關切得不到回應，所以我們就選擇不加入。一份我從頭到尾沒有簽字、沒有認可的文件，憑什麼拿來約束我們這個主權國家？這就好比什麼？隔壁鄰居自家裡自己擬了份家規，約束自家子女，轉頭呢跑到你家門口，拿着他家的家規大聲吆喝，說你家做事沒有遵守他們家的規矩。天底下哪有這個理兒呢？北宋陆游《老學庵筆記》記載過一個千古笑話，就是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典故。古時候有個州官叫田登，忌諱別人說出跟自己名字同音的登字，全州上下不許提燈，元宵節要放花燈，官府貼告示不敢寫放燈，只能寫本州依例放火3日。州官可以放火，老百姓點燈卻不允許，荒唐至極。今天美國這套操作就是把1000年前這個典故完完整整複刻在了國際舞台。咱們再說第二點，就算這套準則我們沒有義務遵守，但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国，出於善意，事先已經向相關國家做出了必要通報，釋放了足夠的誠意。我們的禮數已經做到了位，我遵守我的本分，我出於善意給你打招呼，這是情分，不是我的法律義務。最搞笑最諷刺的也來了，咱們翻開賬本看看美国自己幹了個什麼。根據公開數據5個核大国之中，中國迄今為止洲際導彈試射總數只有3枚，是5常當中最為克制、試射次數最少的國家。反觀美國呢，
陸基洲際導彈試射300多次，海基潛射導彈試射近200次，累計試射超過500次。光是民兵3這一款陸基導彈，半個多世紀試射300多次。就在2025年9月17號到21號，短短5天時間，美國海軍一口氣連射4枚3叉戟潛射戰略導彈，砰砰砰砰，4枚戰略導彈接連從深海騰空，那場面轟轟烈烈，全世界都看見。500次對比3次，這個數字擺出來，現場很多國家代表都心裡門清。試射500多次的國家站在道德高地上，聲色俱厲地指責只射3次的國家不夠透明，增加誤判風險。論語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自己本身做不到，卻對別人高標準嚴要求，這就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自己瘋狂試射叫維護戰略可靠性，別人例行演練就叫危害全球穩定。天底下沒有這樣的道理吧？更有意思的細節，這次40國聯合發表的名單裡邊，很多國家自己連1枚洲際導彈都造不出來，壓根就不懂什麼叫戰略導彈試射，純粹是被美國拉來湊人頭撐場面，湊一個所謂的國際社會的聲勢。很多代表坐在現場，自己心裡門清，這就是一場政治作秀，不是真正討論裁軍安全問題。面對這套指責，中國裁軍大使李池江當場从容駁斥，有理有據，句句戳破美國的肺管子，法理、事實、道義3層直接把對方立論全部拆穿，一場精心排練好的圍攻大戲當場翻車。講到這兒，很多朋友會問，美國心裡明明知道這套說辭站不住腳，為什麼還要費這麼大勁兒呢？拉40多個國家搞這麼一出費力不討好的鬧劇？如果僅僅只是想指責一次導彈試射，犯得着這麼大動干戈嗎？答案很簡單，他們怕的根本不是這一次試射，而是巨浪山這款武器代表中國的海基核威慑，已經實實在在的成型，已經戳到美國全球霸權的軟肋之上。很多人看軍事新聞，看導彈參數，就看一個數字，射程多少公里。但巨浪3真正恐怖，絕不單單只是遠，它是一套完整的組合拳，多項能力疊加在一起，構成了讓對手坐如針氈的威懾。第一，超遠射程，強悍突防能力。綜合多方軍事分析，巨浪3的射程普遍超過1萬公里，多家機構研判，射程達到12000到14000公里區間。這個概念是個啥？對比美國現役主力3叉戟2D5導彈大約11300公里的射程，巨浪3實現了超越。意味着啥？我們的戰略核潛艇不用冒險跑到大洋腹地，就在咱們的近海海域發射，導彈升空以後就足以完整覆蓋整個北美大陸，不用千里迢迢突破重重島鏈封鎖，在家門口深海就完成跨洲際打擊。光是這一點就直接改寫戰略博弈格局。但是射程僅僅是它的基礎底牌，真正讓对手後背發涼的是它的突防組合手段。一套連環招式，現代反導體系很難攔截。首先，它可以搭載6至10枚分導式彈頭，1枚導彈衝出海面，飛到太空高度，一劃多分裂出6到10枚獨立彈頭，分頭撲向完全不同的城市軍事目標。第一招飽和攻擊，6至10枚彈頭同時進攻，對方反導系統雷達攔截彈的通道瞬間被填滿，顧得了東顧不了西，攔截窗口直接被撐爆，兵力根本就不夠用。第二招真假混雜，海量誘餌同步釋放，彈頭之外伴隨大量模擬真實彈頭信號的誘餌，雷達屏幕之上密密麻麻一堆目標，真彈頭假誘餌混作一團，敵方雷達操作員根本很難分辨哪一個是致命的實彈，哪一個僅僅是迷惑的假目標，分不清那就很難攔得住。第三招末端机動變軌。傳統老式洲際導彈飛行軌跡是一條可以提前算出來的拋物線，但是巨浪3的彈頭載入大氣層的時候，不是死板的固定軌道，可以機動變軌，蛇皮走位，飛行軌跡飄忽不定。對手就算早期發現導彈升空，也沒有辦法精準預判落點，反導系統算不出攔截坐標。最後再加上恐怖的速度，彈頭載入大氣層末端突防速度達到20馬赫。20馬赫是個什麼概念？1秒鐘可以飛接近7公里，從重新進入大氣層到命中目標，留給敵方反導系統的反應時間僅僅只有幾十秒。幾十秒之內要識別真假目標，計算軌道，發射攔截彈，時間完全不夠用，攔不住，根本攔不住。很多人會有一個誤區武器厲害就代表我們想打仗嗎？恰恰相反，司馬法裡面講，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安，望戰必危。我們發展重器不是為了主動挑起戰爭，恰恰是為了杜絕別人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接下來講第二點，巨浪3的發射載體戰略核潛艇最大的王牌，極致隱蔽，超高生存率。陸基導彈發射井坐標位線看得明明白白，公路機動導彈也有被偵察衛星持續跟蹤的風險。戰略轟炸機停在機場，地面設施也會成為打擊目標。唯獨戰略核潛艇一頭扎進幾百米深的大洋之下，浩瀚大洋就是它最好的保護色。天上衛星看不見，地面雷達掃描不到，就算聲納想要在無邊無際的深海捕捉一艘安靜的先進核潛艇，難度如同大海撈針。這就是全世界公認最可靠的2次核反擊平台。什麼叫2次核反擊？簡單講，就是我們本土遭到敵人一波核打擊，地面設施大量損毀，只要深海大洋裡邊還有一艘我們的戰略核潛艇存活下來，它就可以從深海射出巨浪3，完成反擊。公開分析數據顯示，在經受第一輪核打擊之後，海基核力量生存概率可以達到90%以上，90%這個數字分量千鈞重。這一次巨浪3試射，短時間內完整驗證水下機動、水下發射、遠程制導整套完整作戰鏈路。這就證明一件事，咱們的戰略核潛艇未來可以在太平洋、公海任意合適點位，穩定可靠完成核反擊任務。第3點，巨浪3補齊了我們3位一體核打擊體系當中海基這最關鍵的一塊拼圖。很多朋友經常聽到3位一體核力量，不少人誤認為就是造3種導彈。我們國家有白紙黑字的鄭重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句話背後需要強大的2次反擊實力作為後盾。我絕不先動手，但如果你膽敢對我發動核打擊，深海之下一定有力量可以返給你對等代價。正是有這份底牌，別人在想要鋌而走險的時候，才會反覆掂量代價，不敢肆意冒險訛詐我。說了這麼多，很多家人會問，美國真正的算盤到底是什麼？難道單純就是看不慣中國武器變強？沒有那麼簡單。咱們再往深扒一層，它的算盤有多深？第一重，輿論抹黑，塑造敘事。美國想要把自己那套自願性的海牙行為準則包裝成全世界通用的國際規矩，拿着這套標準，以後只要我們進行導彈試射，它就可以隨時站出來指責你不夠透明，風險很大，在全球輿論場持續給中國貼標籤，制造中國威脅論，給我們外交上制造麻煩。第二重算盤，套取我們的軍事機密，他死咬住要求提前24小時完成通報。通報不僅僅是說一聲我要發射導彈，完整通報包含發射點位、飛行軌跡、彈頭參數等關鍵信息。一旦我們按他們的要求全盤通報，等於把我們的戰略導彈試驗大量核心情報拱手送人，对手就可以拿到大量數據，研究攔截對策，這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所謂減少誤判，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第三重，內心深處的戰略焦慮。過去幾十年，海基核威懾是美國引以為傲的最大優勢。美國超過60%核彈頭都部署在核潛艇上邊，英法那邊乾脆將全部核力量都壓在海基核潛艇之上。海基代表着最高等級生存能力的核底牌。在此之前，西方一直認為海基2次核反擊是少數西方國家壟斷的王牌。現在中國巨浪3成熟，3位一體核力量完整成型，意味着這份終極戰略安全底牌我們也穩穩地握在了手裡。易經有言，窮則變，变則通。過去呢，西方大國壟斷絕對的核優勢，可以肆無忌惮地搞核訛詐。如今的格局正在發生改變，多極化時代到來，不再是一家獨大，美國无法再靠核優勢單方面壓制我們。這種力量對比的改變，才是讓他們最焦慮不安的根源。深海無聲藏劍鋒，一朝破浪震蒼穹。萬里長空雲作幕，千重碧海浪如龍。不為爭強驚四海，只因有備守蒼生。若問此劍何時出？但願終身不見鋒。古往今來，世間真理從來亘古不破。弱國無外交，弱邦無公道。手握重器，方能端坐高台；身懷底牌，方可言和談安。回看這場日內瓦40國圍堵的荒誕鬧劇，說到底不過是美國霸權落日餘暉下一場歇斯底里。500餘次導彈試射肆意橫行，自詡世界警察、規則制定者。我方区3次例行演練，恪守克制，低調穩妥，卻被百般苛責，層層刁難。這事件最諷刺的雙標，最赤裸裸的霸權，在這場博弈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我是白房大佬，点讚關注，下期再見。